连长，我刚才听到那前面有动静，你说是不是咱们西岸的精英小队到了？是敌人。敌人？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没察觉他们尾随啊！ 如果西岸小分队也在这附近的话，就会非常危险。我们要马上通知他，带着俘虏向上面转移。是。谁让你开的枪？啊！是共军先开的枪。 陈军，终于看到你了，胡副官，就是那帮共军。住手！走！快！营长，枪帽上是从山谷右边传过来的，一定是34旅的同志跟本克交了手了。我们过去。准备动手，走！准备动。来，队长。 不要开枪！我是南里村的陈金岩。火力压制！黄副官，你带人报仇，从两侧夹击，快！是。二排，过来！快！
小白来救你了。上边的共军听着，你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由于陈长官在你们手里，我可以答应跟你们做一笔交易。但是这个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因为你们犯了罪，犯了罪就要赎罪。我现在要求你们，首先释放陈长官，其次交出武器，停止顽抗。你们做到这2点，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你们，让你们舒舒服服、安安静静的上7天。玉锦，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我会命令他们放了你们，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小旅长，你这么喊话，那是会引起共军狗急跳墙的。万一有他们杀了陈金燕怎么办？我没有这个能力。不，他们会听我的。我是南京特使。特使？是什么特使？你脖子上的裂痕也是你下的命令吗？陈静言死了，这笔账正好可以算在共军头上。这比我当初亲自杀了他还合适呢。拿到围剿计划和密码联系桂系才是我们的任务，难道你忘了？何必要投鼠忌器呢？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送这位共军上路的。这家伙简直没有人性。这不是张岳林第一次面对战友的牺牲，可这样的虐杀依旧使他目眦尽裂。他从不畏惧死亡，但却无法漠视敌人的暴行。西安来的共军怎么从浑水上面过来了？呼叫白营长，让他过来支援。当时劫持陈长官的共军已经被围困，眼看就要束手就擒，没想到从侧面突然出现增援部队，我估计是西岸过来的接应共军，他们从侧面攻击我们，万不得已，我们只能调整兵力，全力应对他们。等把他们击退以后，再去寻找陈长官。
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共4个人，现场击毙3人。我们把那个地方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你们看见陈长官了吗？亲眼所见，被共军押解捆绑。那你的意思是说，陈长官借土而遁，随风而逝了？卑职深感蹊跷。他们活着，一定不会藏得太远。下面都是敌人，他们出不去的。队长，我们得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研究什么呀？我喜欢一个人走路。共军的接应小队朝天元山脉附近撤退，我部以全线围追堵截。陈长官身边只剩下1名共军，虽然暂时消失，应该不会逃出那个范围。所以我认为，你认为你现在还能继续指挥吗？一切听凭楚长官定夺。定夺？哼！我现在是不能定夺的。中央党务调查科连发了4封加急电报，要调你回去处置。我可不知道我能保你多久。我相信楚长官会保我到找回陈俊彦为止。你何以这么自信呢？因为卑职和长官在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哼，那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丢车保帅？在您眼中，卑职只不过是个车，但是在上级长官眼中，您也是个车。除了卑职，您现在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丢了我这个车，陈俊彦那个过河小卒就更回不来了。到时候您这个帅也一样保不住。你今天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好了，那你就说说你的打算。陈长官不翼而飞，这么大一片林子找起来，无疑是大海捞针。不过现在不只是我们在找他，共军的接应小队也在找他。他们人多目标大，我们可以先找到他们，然后根而不打，通过他们的线索，再找到陈长官。届时我们不但可以找到陈长官，还可以将共军的接应小队一网打尽。为此，我准备了一条引线，可以帮助我们钓到大鱼。上峰给了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也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放你回到你原来的生活当中，去完成对你儿子的救赎。来，把你儿子的铜锁扣拿回去。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有理想，有抱负，有胆量，同时，你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的儿子。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好父亲。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婴儿去承担那些他根本不理解的什么所谓的理想啊、主义呀、什么什么什么抱负啊？他没有这个义务，你说是不是？去吧，回到你原来的生活当中，去寻找你生存的意义，去完成对你儿子的救赎。找到了，回食堂，领回你的儿子。不过他现在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他还幼小，他需要养育，需要呵护。但他幸运的是有你一个这样好的父亲，你能为他挡风遮雨，给他美好的前程。所以说，你儿子命运的好坏，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他就像是一根系在你心底的线，不管你走到哪里，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回头朝线的这一端看一看，就像看到他的将来一样。去吧，去寻找你的生机，去寻找你儿子的希望。找到了，来石塘镇领回你的儿子。你说这是弄啥呀？这是，俺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死拼活的赶到东岸，街头人没见着不说，倒把俺们给困在这儿了。你说这是何苦呢？你说，我说你瞎嘀咕什么玩意儿？赶紧把你牲口嘴闭上啊！磨磨唧唧的在这。忠言逆耳，不管怎么说，你们得承认俺说的是实话吧？要俺说，现在赶紧往回走，这说不定还能把命保住。这要是晚了，啥都凉了。哎，大来，他要再不闭上他的臭嘴，吃完糊糊，把他拉出去吐吐。好，还吃什么糊糊呀？得提前突突了，还能省份口粮呢。这不是看你忙呢吗？反正俺是把话说在这儿了，听不听在你们。省份口粮，省份口粮，口粮省下了，到时候脑袋没了，拿啥吃啊？于老虎，你要再拿从白匪那儿学来的这套动摇军心，我以逃兵论处你，你信不信？哎，你们都听着，现在由不得谁打退堂鼓。红军战士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失去信念，这体现出我们的政治觉悟。他哪能有什么信念？他就是一个没信念当什么红军啊？没觉悟还来执行什么任务啊？不是俺要。哎，那个什么，熊奶，赶紧张罗开饭吧！不就是点糊糊吗？至于吗？赶紧啊！你来坐。小心两句啊！他白狗子的军营比红军还长，一时半会儿他能反应得过来？这样，就更得加强教育。啊，行，你去教育吧，你不是要研究方案吗？那我自己一个人研究行动方案，行不行？啊，我自己研究，你去。去呀！研究吧。研究啊！他们就是来找你们的，是我带他们过的江，把他们带到了天元山脉，他们就直接过铜山来了。带队的是我哥哥，他们10好几个人呢。带队的是你哥哥？是，他叫雷武龙，红军营长。哎，那你跟他们是一起来的吗？我哥不愿意带着我，
到了铜山口，就让我离开了。我知道，他是怕我危险，担心我。那你怎么又过来了呢？我等不及了。我跟我哥失散了10几年，昨天刚见着，我不愿意再跟他分开了。再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就过来了。可是，刚走到铜山顶，就听到山腰里枪响，我就一直待在山顶上。后来等枪声小了，我就下来，一下来就看见你们俩。我想，你们一定是我文哥他们要找的人。路上还听说有个白汉人的俘虏，再一看你还有口气，就把你绑在树藤上，一溜到了后山。妹子，谢谢你啊。别担心，他呼吸很均匀，没有生命危险。妹子，那你知道你哥他们现在会在哪儿吗？他们一定没有走远，一定还在天元山里，或许这会儿正在找你们呢。有情况，大队长，司令，过来，令虎，准备战斗。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你穿这身衣服，对这种歌词应该不陌生吧？官场士兵想一样，没有人来压过人。哪个部分的？红八军团34师102团的。谁能证明？我可以证明。你干什么？是102团的机要科科长柯福明。柯科长，那真是自己人，那你打人家干什么？你这个人真是，没事吧？该打。我欠他的。营长，没情况。加速投岗，深入3里地。是。你觉得还有必要捆着吗？我还能跑了。他不会跑的。当时你们昏在那儿的时候，他还用身体护着你呢。能为你挡手榴弹的人，还会逃跑呀？真好玩。要不是他穿着白汉人的衣服，我还真以为他不是俘虏呢。对了，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去。来点萝卜干吧。好。
你们3、4师的情况。来点萝卜干吧。好。你们3、4师的情况，我都知道。听说仗打得很惨烈，牺牲了不少同志。是。有几千人被俘了，灰狗子是成批成批的屠杀呀。你能死里逃生，还真是不容易。李营长，我是机要干部出身，对审讯这一道很了解，有什么话你直说吧。看来我这手段确实挺差劲的啊！李营长，说句实话，在这个特别的环境里，对一个从敌人屠刀下逃生的人来说，谁都会有几分怀疑，这很正常，我也能理解。湘江战役开始以后，我们34师负责阻击敌人，掩护中央大队转移。在娘娘山的战役中，我们34师几乎全军覆没，有数以千计的同志被俘虏。我们的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给他治疗伤口，准备劝降的时候，陈师长从自己的腹部伤口里边抓住他自己的肠子，然后把它扭断。他是死，都别人当死。我们102团打到最后，只剩下半个营了，弹尽粮绝，所有同志都被俘虏。敌人看我像个干部，先是劝降，后是用刑，最后敌人实在是没招，把我和另外7个同志拉到山上执行枪决。事情也凑巧了，就在押解的路上，可能是因为天太黑，我一不小心滑到山崖下面一个大深坑里面去了，当时我就给摔晕过去了。迷迷糊糊的，我就听到山上有人在叫喊，我想可能是敌人在找我吧。后来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一阵大雨给浇醒了。上来以后，我一看，那7个同志的尸体躺在草丛里边。就这样，我算是死里逃生吧。哎呀，真是不容易啊！那你怎么会到铜山这儿来呢？来找你们。找我们？哎，劫持南京特使的命令是由师部下达给我们团的，任务是由我亲自来安排的，是由我们团里特务连的连长张岳林带领5个同志去执行。5个人？啊，是5个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劫持是否成功，但是我知道30里平的铜山是和你们会合的地点。你说的这个张岳林，是不是外号叫张疯子的那个女连长？哎，就是她。月静，没想到你现在变得如此勇猛。都是你们教的。
6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两党能如此刀兵相见？有的人从心里就没有想过要真革命。我们能不能抛开两党政见，先说说我们？我跟你说过，这里没有月锦，说的那个月锦早就死了。没有，月锦没有死，她一直在我心里。6年来，我曾在梦里多少次梦见她。她不管现在叫什么，她在我心里永远是月锦。希望我把你嘴也堵上了。我想，找到你们，就找到我们的部队了。这一路上，我躲着贵军，一连跑了3天，紧赶慢赶，结果天黑才赶到这儿。我想，我肯定是晚了，错过了接应的时间。可是没想到，我是把你们给杀了。终于找到你们了。柯科长，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接应小分队的？看见他我就猜出来了，因为你们红五军团第4师是第2批过到湘江以西的，对吧？我们跟张岳林没有接上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劫持特使。白天山上打得很激烈，我估计是他们。我们从侧面突了一下，全是中央军，火力非常的猛。我们撤退不久，山上的枪声就小了。天黑之后，我派人去查看过了，那儿还是被敌人封锁着。也不知道，看看明天吧。好吃吗？明天一早，我带你们去找他们。这山里我熟悉，我也可以见到我哥了。你哥干嘛的？是红军呀，是营。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如果他们当中有幸存者，会向道县方向转移。道县？哎，这是预案。如果和你们接应失败，特别小分队和我们34师打游击的同志会合，再想办法过湘江西岸。是这样。科长，你也练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啊，哎。领子消息，英子在天元山脉4号地区消失。消失在树林里，比在外边游荡好。说明他盯进去了。我跟你说过，他是个好父亲。连夜在4号地区外围布防，动静不要太大。是。教我。明天啊，到我们发现他的地方再去看看，看看。明白。明白了，赶紧睡去吧。哎，你也别在那杵着了，赶紧进去睡吧。天凉了，我一个人得琢磨点事儿啊。
别装模作样的，什么都一个人做过。你是有点小聪明，但别人也不是傻蛋呢。哟，生气了。老杨，你一生气吧，就特别少来这套。你不觉得柯富明有疑点吗？我怀疑他可以啊。你老杨怀疑他，是不是有报杀妻之仇的嫌疑啊？去，这是两码事儿。我是恨他，可是我不会把个人的情感和我们的任务混为一谈。刚才我确实有些冲动，但是我现在非常冷静。好，那你现在就跟我冷静地分析一下，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疑点？被俘的时候叛变的？今天山头上，无疑是34日张疯子的小分队。从第一枪开始，这场激战就不像是偶然的遭遇，更像是早早布下的口袋。来的可都是中央军啊，他们就是冲着特使来的，而且知道铜山是我们的会合地点，也知道今天是我们的接应日子。他们怎么会知道？中央总部部署那么重要的任务，我相信102团的人不会有几个人知道。恰恰掌握这次行动一切内容的人被俘了，又逃生了，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现在倒是希望柯富明是叛徒。如果他真的是叛徒的话，至少说明张友林和俘虏还没有落在敌人的手里。他就是敌人安插在我们小分队的钉子，是想通过我们找到俘虏和小分队，然后再一网打尽。如果他真的是一颗钉子的话，我们还真不能动他。一旦他这边没有了消息，敌人不把我们往死里整吗？他可说了，之前的预案是让张月林到道县去和打游击的34师的同志会合。我相信这个预案，因为它非常合理。如果按照这个预案，那我们应该往道县方向去追赶张月林。如果他不是叛徒的话，其实他是叛徒，我们也只能去道县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敌人已经盯上我们了，不去也得去啊。所以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就去道县。你不是盯着我吗？我就让你盯着，我在路上拖着你。反正我手里有钉子，我怕什么？我还就不急着找张疯子了。如果敌人对我们根而不打，那柯富明必是叛徒无疑。到时候我们就除掉他，想办法甩掉敌人，既甄别了真伪，也能接近张月林。不过，甄别的时间越短越好，越主动。我们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呐。不过，也不排除去盗窃的预案也是个骗局啊，说不定张月林他们还在这儿呢。所以我们要把小分队一分为二，两头都不耽误，还能迷惑敌人。老杨，你有时候吧，我觉得你，我这怎么一表扬你就咳嗽呢？就这么定了，你挑2个人留下啊？不，你挑2人留下来。别扯了，我做诱饵的能力比你强多了。未必。做诱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忍。你那个脾气忍得住？要耐着心跟柯富明磨叽，既不能揭露他，也不能依着他。你耐不了这个烦，压不住这个火，到时候会把诱饵变成直接的冲杀。我会专心专意的做诱饵，最主要的是，我的政策性比你强。万一他不是叛徒呢？是我们搞错了呢？我跟他打过交道，我了解他，这个是你不具备的。你别那么不服气的看着我呀！你不是什么都是强项，就认了吧，相信我。其实留下来的活也不容易，一样危险，需要随机应变、机动灵活、不按常理出牌。哎，
这恰恰都是你的强项啊。老杨啊，你这个人吧，不是我说你，表扬人的时候啊，特别不像表扬人的样子。好，就这么定了。雷武龙和杨振林都知道，成为诱饵就意味着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可多年的革命情谊和相互了解，使他们无法将生死攸关的决定渲染得悲壮肃穆。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一次握手，便是战友的性命相托。静谧的清晨为身处腥风血雨中的张月林和陈俊言带来难得的喘息之机，可重逢后的相处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甜蜜的寒梦。为生存而战斗，使他们无暇顾及任何一点点儿女私情。你不会一夜没睡吧？昨晚睡得怎么样？哎，净做噩梦。我听老杨说，你有孩子了已经。哎，出生了吧？我儿子，他在敌人占领了石塘镇附近老乡家里呢。他很好，谢谢。拉克同志，连长，准备出发了。出发？这去哪儿都不知道呢，出什么发呀？谁说的？杨教导员啊。杨振林，去哪儿啊？说是继续往东走，去道县。去道县？他杨振林疯了吧他？来，起来，走了。啊。小妹子，昨天中央军搜山的时候都没找到他们，你怎么能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常年在这山里走马帮，这山里哪有路，哪有河，哪有洞，我都记得住，闭上眼睛都能找得到。这山上只有黄屋坡一个能藏人的山洞，昨天他们又撤到了这一块，一定会找到这个洞。你就跟我走吧。明显是刀刻的吗？一看就是刀刻的，而且每隔10几棵树就有一个标记，一看就是指路用。去，想办法看看柯飞明身上有没有刀。嗯。谢谢。哎，玉姐，啊，张连长，我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说。现在整个东岸都在贵军的控制之中，中央军的追剿部队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山径要道。即便你和你们的接应小分队会合了，就凭你们10几个人，不可能突破湘江西岸。昨天一战，中央军的指挥官叫萧少白，他从一开始就想置我于死命。从昨天的情形看，中央军已经不在乎我的生命了。要是再碰上，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攻击你们啊！看来你的命在你们党国那儿也不值几文钱。不，萧少白是为了他的个人私欲，他想拿到我的手里的重要信件为他所用，这正是我要揭露他的。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建议，在你没有与你们的接应小分队会合之前，赶紧离开这儿，让巧妹子带路，避开中央军的搜索部队。只要找到任何一支贵军部队，我们就得救了。你觉得这个可能吗？当然可能了。我是委员长的特使，白崇禧会保护我。楚大哥也一直在找我。到了那儿，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了。你觉得我可能这么做吗？为什么不可能呢，月姐？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为了你，我可以离开国民党，我们找一个没有厮杀、没有纷争、没有政治的地方，过清静的日子。看来我把你绑起来就对了，现在就差拿一个布条把你的嘴给堵起来了。陈觉言，你给我听好了，我从6年前被押上囚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推翻这个白色恐怖的政府。为此，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你送到中央红军总部，即使是死，我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你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如果你敢逃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你开枪。不信你就试试。快走啊！再晚说不定他们就离开了。还在商量啊？到底出不出发呀？这还用问吗？2个人意见不统一呗。要说有一个人，他最好提回西岸，我双手赞成。不是，我说你又想挨突突了是吧？现在突突了就省心了。哼！说到大天，你也是扯淡。哼，我就奇了怪了。哎，我们俩为什么尿不到一个湖里去呢？不是一路人，他就尿不到一个湖里，知道吗？刘龙，出来的时候谭主任说过，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挥员，是不是啊？啊！哎，孙磊，孙磊，你跟他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说了？你以为让你当指挥员，你就能当得了指挥员吗？哼，你们都别吵了，当着战士的面。对了，柯富明身上没刀。哼，行了啊，不跟你扯了。孙磊，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杨振宁，我告诉你，你这样是把同志们往枪口上带，知道吗？我杨振宁再不济啊，也比你多喝几年墨水。我不会傻到去为了送死。你知道道县是什么地方吗？那是贵军的师部，你这样得冒多大的风险呢？啊！为了完成任务，再大的风险也要闯。怕死啊？当初就别哭着喊着要带队啊！你说什么呢？你干嘛？这是大牛杀！哎呀，算了算了 ，OK， 2位首长那团结，人先踩，怎么打仗啊？就是，好了，你干嘛？回去。是，我是没文化，我也不识字儿，但我不是孬种。我告诉你杨振宁，我身上的疤比你多好几倍，我怕死。同志们，昨晚得到消息，我们接应的34师的同志已经撤往道县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追过去找到他们。找个屁！哎，你干嘛？你们是死是活，我管不了了。刘龙，我告诉你，你这种行为，往小的说是无组织无纪律，往大的说就是开小差。
反正我雷武龙犯错误也不止一回了，再多犯一次也无所谓。但是杨丽丽，我告诉你，我这不是开小差，是你逼我的。哎，连营长，我能说2句吗？连营长，你知道的，这次任务是中央总部交代下来的，它关系到我们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些做指挥员的不能手心搞不团结吗？不是我不团结，我知道，是他杨志林逼着我不团结的。老杨，你听我说，你别拦着啊！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小分队的人了，让他走。让他走，俺也走呗。你再捣乱，信不信我真突突你？还有谁？还有谁跟他走？孙磊，啊，过来吧！你不是一直想跟我走吗？我没关系啊，怎么想就怎么做吧。我没想，什么你没想啊？你一路都在跟我嘀咕，说这个教导员不懂军事，又天天要参与决策，别不好意思了，赶紧过来吧！啊，人家都说了没事儿。我啥时候说过这话了？你怎么没说呀？说就说了，没事儿，你跟他走。教导员，我真没说过这话，你不能信他的。哎呀，赶紧过来吧，人家都说了没事儿，赶紧过来。口是心非，我这也不要，跟他走。我真的没说过，教导员，你不信我呀？你不信我，把信倒出来给你看看。哎，你放开我！我看见你干什么的？我看你干什么的？我看见。我们俩安排好的。你跟他走。过来，快！过来！你闹什么闹呢？拿匕首干嘛呢？人家都说了没事儿，咱们这不是开小差，不是逃兵，是路线斗争，知道吗？没关系，选择哪条斗争道路是你的自由，好不好？啊，来，老哥，现在部队里武器不多，这把刀你先拿着，以后向敌人打。同志们，我告诉你们，现在他们已经不是我们小分队的人了。全体立正，刘老火速来，集合！哎。向左转，出发！连营长，老杨，哎呀，龙沙怎么停了呢？走啊！我估计明晚吧就能赶到湘江，过了江咱好找大部队去，是不是？我说错啥了？哎，不是。怎么了？有点拉肚子。大爷，谁让你出来的？回去。教委员，你知道俺是职场的，你要不让俺说，俺得憋死。我讲不出你那些大道理来，但是俺评书可听得多。那不管是瓦岗寨还是水泊梁山，那都讲究一个义字啊。那义是啥呀？那义就是团结呗。大海同志，咱们红军讲的是纪律，不是江湖义气。不是，咱们好，你听我说，我现在不需要什么和事佬，我要的是坚定执行命令的军人。归队。雷营长，刚才说的是不是有点严重？意见的不同不代表路线斗争。我们俩斗争了半天，不还是走了两条路吗？怎么不是路线斗争啊？那是你们俩嘴巴都太硬。这下不见，大不了说几句软话嘛。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
再说了，雷营长那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对不对？怎么能回去受那窝囊气呢？哎，这老伙，别恐天下不乱是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煽风点火？杨振林他们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都给老子好好活下去。看来我跟老杨演的这出戏还算成功。你们戏演得不错呀。你认为我们在演戏？这么说，你还是信不过柯富明啊？但愿他也被蒙住了。不过，天知道，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个十分精明的人。阿阳，以我对你的了解，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你不应该是这样的素质。雷武龙，身为身经百战先锋营的营长，更不应该临阵退缩。干什么说，你们两个搭档多年，情同手足，从来没有见你们像今天这样翻过脸。希望我们是错的，也希望老杨他们一路没有什么危险。那如果他们这一路没有危险，我们的压力可就更大了，寻找张月林更难了。如果不是在演戏，那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两个在这么重大的任务面前，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完全丧失了理智，当着战士们的面大打出手，分道扬镳呢？我想不出理由，这不合常理呀。所以只能看成是演戏，给别人看。不去想他了，赌吧。这样，我们去铜山石头群。昨天撤退得太匆忙，没来得及搜寻交火地点的周边。不管张玉林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总会留下痕迹。我们就先从那个地方开始寻找。明白。选错人了，选错人了。这龟孙也不在，你说，哎，这包就得自己背了。这戏是演给我看的吧？我说老柯，你真是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要演戏给你看呢？怀疑我呗？为什么要怀疑你呢？我被俘过。你辩解了吗？我跟你说过的。没有。老柯，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疑过，但1小时以后解除了。跟你谈完话，我们研究过，如果是你把整个计划交给敌人，中央军不会急着打张月林他们，他们会等我们出现，等我们会合的时候再一网打尽。他们没那么做，显然他们是跟着张月林一路追踪过来，追上了就打上了呀。从当时的迹象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山上还有咱们这个小分队的存在，所以啊，解除了对你的怀疑。被捕不一定辩解，不应该成为被怀疑的绝对理由。这种被冤枉的滋味，我最清楚。老杨，当年对你们家舒玉同志的事，我实在很抱歉。我承认，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想找个机，不能因为当年你的怀疑，就认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没这个道理吧？说实话，我是恨过你。我恨你当年固执坚持错误，导致我妻子疏于含冤离去。但不怀疑你，不怀疑你对党的忠诚，不怀疑你在被捕时的宁死不屈，
你身上的伤痕就能说明一切。再说雷武龙，他的确是一个战功显赫的指挥员，但是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是个侧头。前不久刚刚犯了错误，降为连长，上级念他能打仗，叫他协助我，给他的定论是戴罪立功。可他这个人呢，爱出风头的毛病还是没改，老是自以为是。你早上也说过，这项任务是中央总部交给的，关系到红军的命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小分队绝不能内部思想不统一，一旦出现苗子，就要及时的消除。他们几个一走，我们的小分队只会更团结、更纯粹。你觉得呢？我，老哥，你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了，也是团级领导，你来啊，给队里增加了领导力量。虽然身体有伤，但是帮着出谋划策是没问题。你放心，有事啊，我会跟你商量，我不会像雷武龙那样搞一言堂。既然我们走到一起了，我们就要拧成一股绳，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怎么样？集合队伍。这是他留下的。西岸过来的15个人，肯定是这个意思。看来咱们这颗钉子起作用了。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儿子却成了他的软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可是这共军小分队分成2队，朝2个不同的方向运动，这什么意思？他们是在混淆我们的视线。可惜啊，咱们就一个钉子。是啊。应该是路过的山民，你想到不到的？听声音不像山民，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走。喝点。报告长官，影子传来情报。太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布置口袋了。怎么，你还有疑虑吗？开除3个人，这3个人去哪儿了？返回西岸，遣散回家。你觉得这里边有诈？不管有没有诈，这3个人我也要。侯副官，马上派出兵力去寻找这3个人。那咱们有限的兵力，那可就分散了。这在大山里边，3个人就像在大海里边一样，那咱们得多少人去找啊？那边有钉子盯着，影子跟着，你着什么急啊？再说他们刚刚出发，还早着呢。我告诉你，这3个人，你来负责。我？对。你不会再出现像那天晚上一样让士兵朝天鸣枪的事情吧？怎么了？一跟你说这种事你就咳嗽啊？哎，你跟我说，那天晚上你真的是痴呆病犯了？哎呀，是啊，
我这是老毛病了。那只要一累，他就出现空白，特别是晚上。大夫说啊，我这是老年痴呆症的那是什么前兆。你说楚正平找一个有老年痴呆的人，他当什么贴身护卫啊？这不是开玩笑吗？哎，杜主任知道你有这毛病吗？营长，上面还有2个。加上下面的尸体，一共现在是3具。柯国明说他带的是5人小队，那现在还有2个人带着俘虏。太惨了，中央军这么多人，奇怪，他们怎么逃脱的呢？